最近节目组给我们准备衣服啊，我发现很多衣服我都不敢穿，比如说我就不敢穿短裙，因为我害怕别人说我腿粗。其实也没多粗，就是不细。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你没看清，你们再看一下。对。啊，你们很善良，好 ，OK，对我从来不敢露腿，所以对我来说，我的腿已经成了我的隐私部位。就对我来说，刚才的表演已经擦边了。有些衣服我不敢穿，有些衣服我不想穿，比如说我就不想穿胸罩，别害怕，我现在穿着呢。我不想穿是因为我前一阵体检得了乳腺结节，医生跟我说穿胸罩不利于血液循环，每天穿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8个小时。我说8个小时，谁能下班啊？我不可能上着班儿。领导正跟我谈话呢。我说，哟，8小时了，我的胸罩下班了。解脱了。而且夏天穿也很热，对吧？女生知道，几乎所有内衣里边都有一层厚厚的海绵。我夏天出门换衣服的时候，我都觉得有点对不起我的胸，我都想跟他们说，胸大胸二啊，难为你们了。今天外边太热了，来把棉袄穿上吧。除了很热，也很麻烦，有时候晚上出去扔垃圾都得穿胸罩。有一次我觉得真的很麻烦，所以我就干脆戴了个口罩。我觉得如果人只需要穿一件衣服，就是口罩。我甚至都可以只穿口罩。我打网约车就没有司机找不着我。司机说：“你穿的什么衣服呀 ？N95。”我试过很多方法，怎么可以不穿？比如胸贴，但胸贴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就是出汗容易掉，所以我在台上从来不敢戴，我怕我在台上掉装备。我还得赶紧跪在上面说：“这是我护膝。”胸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我会过敏。人多我又不好意思挠，我就只能捶胸脯。有一次我看中国新说唱，我说 rapper 肯定带了。打招呼都是 Hey yo bra。我就特别羡慕有人敢不穿。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女生没有穿，我很佩服她的勇气，但就有人评论她说她这样扰民。我说她怎么就扰民了啊？她是在街上扫射别人吗？如果你觉得她扰民的话，你可以报警，对吧？你说警察这里有人扰民，警察说有噪音吗？什么噪音？是我脑子里肮脏的想法。他怎么就扰民了啊？如果不穿内衣扰民的话，那光膀子大爷是不是至少应该判个无期？同样都是不穿，你为啥不去评论一下光膀子大爷？好看，爱看，想谈。就是不想穿内衣这个事情，除了网友不理解，很多父母也不理解。有一次我跟我妈说我不想穿，我妈说正经人哪有不穿的？我当时我都变成那英了，我说这简直就是危言耸听。
妈还跟我说穿内衣有好处，她说穿内衣是为了保护女性安全。我说怎么保护啊？把里边钢丝抽出来，把坏人扎死吗？内衣要是能保护女性安全，怎么没有人去庙里求个平安照？送给朋友说特意给你求了个祭照杯，保佑你逢凶化吉。记得一定要罩在头上，那才真正的好兆头。我第一次听说内衣能保护女性安全，怎么坏人最怕的是内衣吗？啊，两个流氓正要骚扰一个女生，女生挑起上肩带，流氓说快跑，有胸罩。咱俩分开跑，他一个能扣俩。我妈还跟我说穿内衣有好处，可以防止下垂。她说：“你看内衣广告说了，我们这个可以防止下垂，能够对抗重力。”我说：“对抗重力，这么厉害的科技，咋不用来发射火箭？”回头采访马斯克说：“您登陆火星的秘密是什么？维多利亚的秘密。”对，其实我说了这么多，我就是希望女生穿衣服能少一点束缚，多一点自由。本来我想说的话还有很多，但是我今天从出门到现在已经8个小时了。谢谢大家，我是小海。谢谢小海精彩的表演，喜欢他这段表演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忘了还要为他投票。3、2、1，请锁票。再次谢谢小海，我先多说一句我自己的感受。选择险峻的话题是演员的勇敢，但是能把险峻的话题讲得好笑，才是所有脱口秀演员追求的那个成功的标准。我想至少今天你做到了，谢谢你。也谢谢我们现场的观众，没有你们的笑声，没有任何一个笑话是成立的。谢谢你们支持他，谢谢。首先，小海，我想先问你，今天的观众反应是你预期中的吗？完全没有。因为我之前在开放麦之前试过几场，有几场就是冷到爆的，所以我今天的预期就是可能会冷到爆。所以我觉得今天也特别谢谢今天的观众，你们也给我了勇气，谢谢你们的肯定，谢谢。对，而且有几个男观众特别值得表扬。对。因为男观众一般开放麦或者演出是不会笑的，这他们也 get 不到，特别感谢你们，真懂喜剧，谢谢。因为我非常喜欢你选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公开的讨论内衣啊、胸罩啊这个问题。其实，就像卫生巾啊、内衣这种话题，在过去的公开语境里，大家是很少把全名说出来的，好像这就是带着某一种私密的甚至羞耻感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来可以公开的讨论这个话题，并且讨论我们就是不舒服、不舒适，我们有没有权利不穿它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进步。而且就如庞博所说，你讲的非常的好笑。我非常感谢你把这个自由的话题带到了这个舞台上，然后让我们每个女性都可以去思考一下，其实我可以不穿内衣的。谢谢你，谢谢天真老师。我觉得你特别的棒。谢谢佩森老师。首先，我想先跟你说，就算你的腿不细，也不会干预你的美，因为美是你自己定义的。其实我们这边有好多女生，我们都笑得特别大声。然后想要告诉你的是，你把我们的心声都讲出来了。希望你以后多把我们的心声可以化成幽默的方式，让大家知道，其实我们也是很辛苦的。所以，就算维多利亚的秘密也有可能可以登入到，也是很神圣的事情。以前我们不能说的事，我觉得现在我们可以敞开来说，然后是可以很幽默风趣的。谢谢你，谢谢佩岑老师，谢谢。我是觉得小海今天真的是让我完全刮目相看。而且，尤其今天咱探讨的这个议题的，我确实 get 到了。是，我虽然没有办法完全感同身受啊，但是其实我觉得小海，包括咱们第1期的王悦当时呢探讨的是痛经的问题，对，小海聊的是这胸罩问题，就是说，我们很希望
就有人愿意给我们科普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很需要像你和王悦这样的人来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也很想了解，其实好多事儿就是你越不提它就好越不能提似的，反而像你似的，你看我觉得你这个度把握的非常好，开诚布公、大大方方的，然后就觉得哎还真是这么回事儿。这说实话，我在家有时候也不爱穿衣裳，所以我跟我爸有时候不老见面的原因是因为，你知道吧？就是家里就一件褂子是吧？不是，那也不是，就是我爸肯定不能接受他儿子光是在旁边站着，但是我自己在家就 OK。这确实也分场合嘛，对吧？我爸见我也穿衣服。对，所以我觉得您这个特别好，就是能够科普给所有，不管是男孩、女孩、中国人、外国人，大家都聊一聊这事儿，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非常好，今天非常好。谢谢郭姐，您别说了，谢谢。你的出发点，你想说这件事儿的态度是特别真诚的，你知道吗？就是一个人，其实不在于他所选择的这个题材险峻还是不险峻，而是他是不是用一颗真心在讲我所想讲的事情。坐在底下听的人是在用心听还是在用脑子听？在用脑子听的时候，就会七叉八叉。如果你用心听，你就能知道那个人用心去讲的他自己那个观点，是可以建立沟通的。因为观点没有对错，或者对错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认真的、真诚的讲他自己的观点，这个重要。所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它核心的那个东西是，我们有一个舞台。让他发自本心的去讲他自己想讲的那个事情，我们同意就给他一些掌声，给他一些笑声，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那么多的欢愉，特别美好的一件事情。谢谢马东老师，特别棒。您这说的特别对，就是他想和别人沟通，想让别人往心里去。因为有的人站在这舞台上，就是我怎么看，我也不管你们爱怎么着，我当我就说我的，那样其实是一个无效沟通。但小海确实做到了，非常好，非常好。我有一个瞬间，我确实是梦回了若干年前《奇葩说》的那个现场。就是我被淘汰那场吗？我海选。哦，那时候我们不成熟。我觉得就是非常感谢今天的观众，然后4位导师也是讲出了，我觉得他们说的话是我们演员最希望看到的观众的样子，就是你们知道我们想说什么，即便你们可能没有感受、不同意，但是你们也尊重我们表达的权利，你们是最完美的观众，谢谢你们。对。是的，我想，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大家在小海演完就会看到他的。本人的这个状态，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张扬的，在时时刻刻都非常勇敢的这么一个人，但是仍然选择在舞台上讲出这样的题材，并且用非常好笑的方式处理出来。我觉得他应该现在比谁都开心。我们能看到你也拿到了气氛组的4票满票，恭喜你。那对决仍在继续，我们也暂时先不公布你的票数，请先回到对战区等待。就像最开始说的。这一场会是一个激烈的3人对决，下一位也是最后要出场的这位演员，也是今年的新人朋友，我们掌声有请岳明。第一场就是信心大减，岳明158票，欢迎岳明回到比赛当中。我心情好复杂呀。然后第2场就想，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想把自己最好的那个状态表现出来，然后直接就把后面的演出都推掉了，提前来上海适应一下开放麦的环境什么的。岳明是这样的，岳明为自己搞得焦虑的时候，就会做一个这个。给我们解释一下这是什么好吗？这个是岳明老师为我们亲手打造的 logo， 一颗苹果。对灰。哎，明天我们上去我们就带着这个。我不得不问，这个做了多久？其实很好做的，半个小时一个。半个小时一个，然后现在这个大概是3万。都不睡觉，俩狗。还是希望第2场能打一个翻身仗吧，希望尽自己的全力去展示，不让自己后悔。
你们刚才喊冠军的时候我多崩溃吗？你们笑得越大声，我越笑不出来。我说实话，我选他们俩啊，单纯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太容易相信别人了。他们一个天天在朋友圈焦虑，一个天天跟我说我稿子不行，我稿子不行。我感觉我都信了，就我信了。他不是稿子不行，是我脑子不行。咋往下讲？说说我脑子不行的事儿吧。我这个人确实脑子不太行，特别容易被骗。前段时间被骗了4万4。我当时我就想，我太笨了，我太笨，但是我好有钱呢。太有钱了，4万多啥没干，就换这么一套段子。所以大家不用同情我，不用太悲伤，就笑。你们不笑，我回不了本儿。其实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已经过去了，我为什么想说？我就是希望能帮一个是一个。咱别遇上这种事儿，因为很多人他觉得自己很聪明，他觉得自己不会被骗。那是你没碰上合适的。真命骗子，哎呦我的天哪！咔咔给人打钱，太上头。我就是碰到真命骗子了。那个骗子就在微博上冒充我一个在埃及旅游的朋友，管我借钱买回国的机票，要1万8。我真去查了，真是1万8。他没有骗我，所以二话没说就把钱给他打过去了。我还跟他说，我说赶紧抢。特价票不好抢。结果过了一会儿，他管我要第二笔钱，第二笔钱要2万6。我说你不会被骗了吧？他说你放心，我不会被骗的。我说那没有问题啊。我说那这2万6是什么钱？他说刚才抢经济舱没有抢到，想升个舱。我就说特价票不好抢。我二话没说就把钱给他打过去了。我说这次可不要抢不到了哦，小笨蛋。结果过了一会儿，他管我要第3笔钱，要3万。那个时候我已经没有钱了。我说这个又是什么钱？他说是托运费。我说托运木乃伊也要3万。我后来想，木乃伊可能是埃及的土特产。所以二话没说，我就去借钱了啊！我就去找我们共同朋友借钱。共同朋友说你被骗了，你赶紧打电话报警吧。我说打电话报警，他们能借我3万吗？啊，开玩笑，报警了。报警之后，说实话，挺难受的，挺难受，心里不得劲儿，感觉很委屈。我就想让我妈安慰我一下，我就给我妈打电话，电话一通我就绷不住，我开始哭。我妈说你说话啊！我妈说你把水壶关下。这么大人能被骗啊？然后我妈开始问我怎么被骗的，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被骗多少钱、什么银行卡号多少。我说实话，就这些问题啊，骗子都问过。问到后面我都怀疑她是不是我的妈妈。我说你给我打200块钱，她说你滚。是我妈啊。但是确实跟我妈聊完之后心情好很多，然后就挂了电话之后自己冷静了一下。结果我爸下班之后听说了这个事情，我爸又给我打电话，问我怎么被骗的，什么时间什么。我觉得我爸是关心我的，所以我跟我爸又说了一遍。然后我老舅又给我打电话，我说老舅，你现在就把这个电话给我挂了，我现在就在家族群里开一个群通话。我再说一遍，最后一遍，你把
遍给我录下来。你去给我姥爷上坟的时候，给他再放一遍。哎，说实话，感觉自己被骗完一次之后，感觉成电信诈骗的 VIP 客户了。他们有什么骗术都得让我体验一下。我每次接陌生电话，不是法院的传票，就淘宝退货，要不各种白条、机场改签，全是诈骗，全是诈骗。所以我对陌生电话非常抵触。我有次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就4个字：陌生电话，都给我气笑了。我说你们就我一个受害者吗？啊，可着我一直羊薅啊，薅秃了，我很生气，我接起来我要骂他。我说喂，他说哎你好，我说干嘛？干嘛？他说你在哪儿？我在你爹坟里。我说你来，我弄死你来。他说妈，那你这外卖给放哪儿？对不起啊。那天差点饿死，但是不能赖我，那段时间确实精神状态不太好，有点抑郁了。因为你看我被骗，我帮别人被骗呢，我3观都毁了，天天让我助人为乐，乐不出来，天天在家以泪洗面，说为什么好人没好报？为什么帮助别人受伤的是我？再也不当好人了，我要当坏人。我以后我就随地大小便，随地吐痰，不给老人让座，坏死他们！我说实话，那段时间我觉得我的善良一文不值。我朋友说值4万4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翟阳年，新鲜。哎呦。给各位分享一个我平时最爱看的那个科技发布会，朋友们，就是每年的那个315晚会，你知道吗？啊，315晚会在我心里是真正的黑科技发布会，黑心棉、黑心肉啊！你知道普通的那种科技发布会已经给不了我惊喜了。你要手机里每次什么多个摄像头啊，车里多个冰箱没有意思，但你告诉我穿的内裤里有毒。一下就很惊喜，而且你知道315晚会啊，它从来不延迟满足我。你看，你买个手机啊，买个新能源汽车得预定半年到货，对吧？但他曝光那个黄焖鸡米饭用什么烂肉啊、发酸土豆片的时候，我是边吃黄焖鸡边看的。哎呀，吓得我当时立马站起来贴了一次性内裤，你知道吗？朋友们，真的，我当时看这个曝光的时候，已经吃了3个多月黄焖鸡了，没什么感觉。说明什么问题？朋友们，就人家黑心商家厨艺是真好，你发现吗？那记者不说我都不知道，这是强者不抱怨环境啊！你想想，他用最烂的肉、最酸的土豆片做出来的黄焖鸡，一点腥味、酸味都没有。西湖醋鱼啊，用最新鲜的鱼，最正宗的醋啊，做出来又酸又腥啊，我都替西湖醋鱼臊得慌，说实话。朋友们，你看《舌尖上中国》是中间停更7年了，315晚会可年年都有食品安全问题，我感觉得做一个《舌尖上315》了。就告诉那帮大厨，高端的厨艺往往只需要采用最肮脏的食材，你知道吗？朋友们，很多人提到食品安全，是不是会脑袋蹦来3个字预制菜？我喜欢预制菜，我是急性子。哇，现在菜上的是真快，很多商家那个为了证明它快，给你放个沙漏，对不对？我前2天去吃那个现烤活鱼，朋友们，那个烤鱼上的快到什么程度？比沙漏上的都快。刚点下单，鱼就端上来了，服务员感觉不对劲儿，才把沙漏拿上来。我点了3个菜：现烤活鱼、现烤羊排、现炒小龙虾，上的最慢的是可乐。
哎呀，我第二天中午去吃的麦当劳，他怎么好意思管自己叫快餐呢？我足足等了4分半呢。这要吃烤鱼，我都到厕所了。我跟你讲。而且他第2点，预制菜有一个特点，我无法拒绝。我是一个中国人，也是一个金牛座，这就导致我是拼某饭的饭圈的脑残粉。我永远忘不了我第一次吃拼某饭那个价格，4块9 25个饺子，4块9 25个，好评返现还返了我9毛啊！如果到店自取还能便宜1块钱，但我放弃了，因为共享单车要1块5，你知道吗？哎，朋友们，也就是说这份饺子的极限价格是3块钱25个，3块钱25个，朋友们，这个老板在我心里慷慨的都有点抠门了，咱还差那3块钱吗？白给我交个朋友不就完了吗？很多人说你不怕这里有什么瘦肉精吗？有什么我都接受他。真的3块钱25个饺子，我包容他一切，吃出来头发算老板送我周边，你知道吗？哎，能看出来吧？我一点不担心食品安全。为什么？我有充足的理由啊！我小时候吃过苏丹红鸡肉，喝过3聚氰胺南酚。那句话怎么说？就是当你淋过暴雨之后啊，我都不打伞了，真的。我就不怕下雨。说实话，看见今年315曝光那个什么虾仁保水剂放多了，看的时候有点失望啊。那也不够劲儿啊，这玩意儿。那你看保水剂，它起码还算食品添加剂，让放。3聚氰胺苏丹红危险化工用品。苏丹红是做有机染料染色的，3聚氰胺是做装修板材用的。我这身体已经练出来了。就这么说，明天末日来了，我啃墙皮喝机油我都能活下去。你知道朋友们，苏丹红是代谢不了的吗？在我体内都20多年了，我现在体内苏丹红都立了个牌子，我在翟佳宁血液里很想你，你知道吗？哎呀妈，等了20多年了，等来个保水剂，保水剂副作用是什么？骨质疏松，废物。根本看不起他，包括去年曝光那个什么大爷大妈做酸菜时候用脚踩，他那脚都敢吃，我跟你讲。有人会觉得有点恶心，对吧？但你想想，起码大爷那个脚是纯天然的。你应该庆幸啊，大爷还没穿一次性袜子，你知道吗？我这身体已经被练出来了，我相信以后有大用处。将来如果有一天外星人攻打地球，把我的遗体当武器，能把所有的外星人全劝退。所有的外星人被我身体干的都是已读不回的状态呢。到时候啊，外星人把我的身体遗体拿走去研究，什么玩意儿这么厉害啊？化验我的身体里，哇，有这个苏丹红抗体、保水剂抗体、3聚氰胺抗体，哇，难怪这么厉害，这是个真3体人呐，这是个。再拿这个显微镜仔细放大我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细胞上都写着一句话：杀不死我的，令我更强大啊！谢谢大家，我是阿木，谢谢。谢谢翟佳宁的表演。如果喜欢这段表演，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投票倒计时，3、2、1，请锁票。辛苦大家，辛苦大家，辛苦大家。谢谢。你知道咱好多朋友都是看咱们节目下饭的吧？对。真的，我听完你讲这个，我心里特别难受啊！我特别喜欢吃黄焖鸡里边那个蘑菇，我觉得它特别入味儿。没事，发酸的是土豆片。不是，我现在才知道那是别人的。没事，也许是长出来的。大爷脚上长出来的。
行了啊，不用，可以了。哎，马老师您不接茬，我本来不想问您拍的那个位置是一般人不会拍的那个位置，马老师拍在了大爷的脚上，我就特别有画面感，就那个瞬间，是不是？马老师，非常感谢你，我全段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梗了，是不是？开场就本来就难嘛，我觉得特别好。谢谢。整场我很高兴，我看他那个对手打了个哈欠，我不知道什么意思。没，阿妍老师是个非常好的女孩。又炒 CP， 不至于吧？不至于，观众朋友们，不至于。真的，昨天我们聊了，就我们这张脸会容易被人误解啥的，对。哦，昨儿就聊了。聊什么呀？就是聊那个比赛的时候面对对方的一些感受嘛。磕到了。不是，大家都聊，对手都聊。我们没有，我们没聊过，从来没聊过，一句没聊。好。阿妍老师一会儿上来再说，你先说说你对阿妍老师的感受呗。不是，我就是我可能虚长人几岁，然后我就是看第1期的时候，你看着我来讲吧。我也看进去了，我是主持人啊。哦，对，我是嘉宾哈，嗨，这全乱套了。来，翟佳宁、李卓言，你觉得你们的 CP 名叫做小酌佳酿怎么样？好。小酌佳酿，好听哈。不是，咱是个恋综啊，是怎么着？干嘛？别观察了，行不行？就是我看那个阿妍第1期在台上，有人也说她凶嘛。然后我就能理解他，就是因为我第1季来的时候，也有人说我就是瞅着素质比较低啊，会干很多坏事啊什么的那种。你就是淋过暴雨的人，也就无所谓了，是这意思？无所谓了，伞我扔了。就所以，我就是鼓励他，没有事，这都是世人对咱们的误解，无所谓。谁说那个喜剧人非得就是在台上嘻嘻哈哈的，严肃也能好笑着。我特别喜欢佳妮今天的表演，就我觉得她是一个射程范围很准的猎手。整个讲的过程中，是我第一次听脱口秀的时候，有了很多味觉的，就是有味道的感觉，哈喇子，就很多味道漂浮在空气之中，很丰富啊，所以整个表演我很喜欢。谢谢。然后你讲那个大爷就是采酸菜那一段，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脑海里浮现的就是马老师在。难怪拍灯。你关注的是大爷还是酸菜？你这是。哎，马老师，你觉得佳宁能不能去你们节目？我觉得如果您能来我们那儿，简直是我们的荣幸。当然也要先看看阿妍的表现。要去一起去，对不对？对，因为我们这还是有很多爱情戏的啊。我在这舞台上第一次看见翟佳宁这么青涩和害羞。哎呀，这个本来就是粉色的吗？这个就是是我看错了吗？还是怎么着的？啊，老翟非常好，非常好，尤其今天第一个表演，他这个不管不顾这个劲头子，确实是这搁别人还真来不了。这开场这会儿不是他，还真别人不好来。谢谢啊，谢谢大家热情，给捧场上。非常典型的社会批判。你乐完了以后，你回家琢磨，你吃的是啥？问问佩芬姐，应该是第一次看翟佳宁的演出，是吧？对呀，她的外形我好喜欢哦，就是很 man 的那种，可是她心思很细腻。其实你刚刚讲到内裤有毒的时候，我就拍了，因为我很重视这些事情的。现在我有2个宝宝嘛，所以我对食品安全啊，对这些吃的用的，我都是很专注这些的。但你把我的焦虑都给讲没了。我现在不怕了，没关系。宝宝怕，害怕还是怕？其实我一直很想要参加，就是主持相亲节目，所以我今天也算来对了。粉红色泡泡。那
那所以你还是真心的，你讲讲他你喜欢他哪一些优点？没有啊。聊聊创作吧，这是聊聊创作吧。大宅最后那个，因为前面已经情绪非常现实、非常浓烈了嘛，然后到最后进行到一个外星人入侵这么一个科幻的这个状态。我们在幕后也知道，这个小鹿也参与创作了，是不是？就是跟大宅有聊这个稿子嘛，因为大宅他一直都是非常专注的写观察式喜剧嘛，然后他自己也会说感觉没有那么燃什么的，然后所以他写的这个稿子我们也有聊一下。就是本来啊，陆姐建议我要上升一段那个有力量的嘛，那最后一段什么杀不死我更强大，按照我的个性，我就收在吃脚，那就是特老。我感觉老好了，那太棒了，那我想到那梗的时候我都跳起来了，真的。那陆姐说要传递一些那个能量，非常感谢陆姐的提醒。她说完之后，我也感觉非常有道理，完了就加了那些。就是后面显得多余的那一部分是陆姐写的，是吧？这就是脱口秀的神奇之处。你停在那儿，可能大部分的观众觉得意犹未尽，但是马老师特别开心，可能是这么一个。也不光我，他给很多演员都提供非常多帮助，非常感谢陆姐啊！没事，好不重要，反正就是你演得很好，很开心啊！就是你很坚持的观察式喜剧，我感觉今天在这里每一个点都打到了观众的心里。好，恭喜大宅，大宅获得了气氛组的4票满票作为开场演员，非常不容易。那为了对决的公平，我们暂时不公布他的观众票数，结束之后统一揭晓。请先回到对战区等待。加油！下一位朋友虽然是新人面孔，我相信你们已经非常期待他的演出了。我要跟大家说，他的风格确实也非常的独特，杀到了很多的观众。掌声有请李卓言。Hello， 大家好，我叫李卓言啊。其实翟佳宁跟谁 PK 都有点像在欺负人了，但除了我，因为大家说我是唯一一个看上去比翟佳宁更狠的人。我跟他 PK 算是以暴制暴，但其实我是一个很温柔的人了。但是我确实从小就被狠人包围，特别是小时候，学校那些小混混觉得我长得太拽了，会来堵我，很无辜啊，长相是天生的。有人一出生就在罗马，我一出生就在罗马斗兽场。但我是个很 peace 的人，我根本不想惹事。他们说你这么拽，你混哪的啊？我说我混2次元的。这个太反差了。他们觉得我更挑衅，我很害怕。但幸好我有一个哥哥，我小时候很崇拜我哥，他是一个真正的狠人。小年纪就开始抽烟，怎么打怎么骂都不屈服。我妈放弃了，给他买了一份重疾险。受益人写的是我妈自己，就是如果我哥没事的话，我妈会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但是如果我哥有事的话，我妈会有一个美满的人生。母凭子贵吧。我哥还喜欢带着刀出门，然后旷课去 KTV， 家里人不给他钱之后，他找了份兼职，挺适合他的，在 KTV 切果盘。所以我在外面被别人欺负，我第一时间想到他，我问他怎么办，他跟我说很简单，你要么打赢他们，要么加入他们，但是你是我的亲妹妹，你不能加入别的帮派。我来教你怎么打。哎，我哥啊，是我认识打架最厉害的人了，他要教我打架，不直接来学校帮我打。我说哥怎么了？你要上课吗？还？他说你不懂，我不方便亲自出手，你无法想象我经历了什么才走到现在这个地位的。
我都不知道在外面是兄弟多还是仇家多。我说在外面应该是警察多吧。都说你不懂了吧？那叫条子。其实我有怀疑过，我哥应该没有他自己说的那么血雨腥风，他可能只是跟风叛逆而已。因为当时很流行一个电影叫做《古惑仔》，我哥在学校组了个帮派，7个人结拜，有6个都说自己是陈浩南。就《古惑仔》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就是铜锣湾只能有1个浩南。我哥学校6个。我问他那还有一个是谁？他说是教父。我说不是同一个体系的吧？他还去纹了一个陈浩南的同款纹身，这么大一条过肩龙，纹了好几个小时啊！我用圆珠笔给他。不敢在家里纹，大夏天中午拉着我上楼顶，当时阳光晒在他身上，晨光握在我手里。他热的2个人都不耐烦，他一直催我好了没呀，好了没呀？我说。不太确定他是不是真的很会打，但肯定是不太会教哈，因为他采用的教学方式居然是实战训练。老大哥亲自跟我打，哎呦，毫无保留啊，毕生所学全使在我身上。我哥没把我当外人，也没把我当人。训练频率也是看我哥心情哈，一般是2天1练，啊，如果他心情不好就1天2练。蛮有趣的，其实因为他会放着音乐来打嘛，就我很容易能掌握他出招的节奏，就是那首歌一到重音，他就会出拳，我按节奏躲就行了，跟玩劲舞团一样的。但是我这辈子最讨厌的一首歌，就是《霍元甲》。这首歌重音太多了，太密集了。嚯，半个8拍出了8拳。唱 K 的时候，别人一点这首歌，我都想哭。我的朋友跟我说，他说啊，这首你也能哭吗？我说你不懂，太痛了。后来我离开家了嘛，上大学，我哥留在家学吉他。因为他看到摇滚歌手在演唱会上砸吉他，他觉得太帅了。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自己不喜欢弹，就喜欢砸，喜欢的是打击乐。但家里没这个条件，不可能砸锅卖铁给他砸木头吧？他总得去挣钱。有一次回家，我妈说：“你有空去看看你哥吧。”我说：“哪个监狱？”他说：“监什么狱啊？你哥去了亲子餐厅上班。”哎，我很好奇，我就去看了。他给一个我爸那年纪的人打下手嘛，又通过明厨亮灶那个监控，我看见那个人一直指着我哥骂。哎，你别说啊，亲子餐厅配上辱骂，感觉还挺像一个家的。不同的是，以前我哥肯定会顶嘴甚至还手，但现在他只是一直在和面，不停和。嚯！监控是只有画面的嘛，辱骂声是直接从厨房里传出来，挺难受，因为声画不同步。心酸，肯定心酸，但也庆幸吧，因为我以为他迟早会进局子，结果进了个饭店。就感觉命运的齿轮卡了一下，刚好卡在了饭点。那喜欢玩刀，在厨房里工作；喜欢当大哥，在亲子餐厅，有的是人喊他大哥哥。也不用担心外面是兄弟多还是仇家多，现在外面骑手多。我觉得我哥变得有点陌生了，但其实还是很熟悉。后来我跟他说，我说，哎，我看到那个人骂你的时候，我真的很紧张。
总觉得你随时会给他一拳。我哥说你不懂，我不方便出手，面团好粘手。就到这里吧，谢谢大家。谢谢李卓妍的表演。喜欢他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投票倒计时，3、2、1，请锁票。再次谢谢李卓妍。讲完就回到这个狠狠的状态了。但是呢，卓妍虽然在台上看起来非常狠，但她在台下是一个非常贴心而且善良的人。我第一次见面是上次，然后我嗓子特别难受当时，然后她呢拿了一个就是类似于口喷上的东西，然后过来就说：“哎，航哥，给你。”我说：“这是你的口喷。”然后他往前走了3步，一转头，你的。他其实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人。哦，他笑了，他笑了，他笑了。真的，但是因为我们第一赛段说导演组做了个统计，说整个第一赛段录挺长时间，2天，阿燕一共笑了3次，一直是一个特别狠的人。我觉得你刚才讲了一个其实很可爱的亲情故事，可以看到的是一个比较生动活泼的你哥哥的形象，所以我觉得你讲人物是蛮厉害的，就是用一种这种栩栩如生的方式讲出了你们成长里其实蛮温馨的一个画面。所以我就觉得你很具有编剧能力，然后我拍在了那个阳光洒在我身上，晨光握在我手里，就是我就觉得此处有商机啊，晨光找你合作一下呀，非常好，很喜欢这个段落，谢谢。干嘛？对他的那个语言里面，我就能听到他哥哥那个形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老想起翟佳宁来。是不是啊？就是一般有一个这样的妹妹，就会有一个长成那样的那个哥啊。你给我们看看你的过肩龙，我看看你。大林呢？大林，我是觉得就是因为卓妍他讲述的方式特别文艺。真的，我也不知道，就是这个您哥哥这个人物是您那个有一些个杜撰成分，还是说真有这么确有其人？是有这样一个人啊，对，就是我在听他讲的时候，莫名的有时候会感觉很伤感，好像到最后这故事结尾，这哥哥应该就，但我只是感觉，如果放在文艺作品当中，好像就很好啊，像在我过去的一个事儿，对对，就是我回忆，然后对他当时怎么哪怕对我不好，然后但他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但我希望他长命百岁啊，希望他长寿啊，我只是希望妈妈日子过得好一点，拿他上保险了，不是啊，忠孝两难全啊，对，听起来特别好，而且其实我最喜欢。这个您的一个包袱是那个，就是说你哥说得教你，他不能亲自来，然后他回了一句你是还要上课吗？就是我觉得这是我最喜欢的那包袱，对，这是一个特别有趣的点，我觉得是就您这人有意思，我是第一次来，我生活圈子窄哈，我也很少见到这么不爱笑的人。不爱笑的人，他那个内心活动是什么样的呢？很澎湃，很澎湃。其实我特别欣赏这种像阿妍这种酷酷的女生，我很喜欢这样子的女生，因为这种女生她可以一直酷酷的，然后她如果不小心笑了，你们就觉得哇，一笑倾城。对，一笑倾城，好新鲜啊！你逗她笑看看，东东。你给我点别的活行不行？对。不是他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然后他说他内心很澎湃，翻江倒海，我以为他吃了黄焖鸡了呢，你知道吗？没有成功啊，没成功。他还是没笑，他没笑哎，因为他也没有给我灯啊，他没给你灯啊，来不及了，来不及。过了是吗？过了是吗？你为什么没给他灯啊？过了是吗？你怎么这样？哎，怎么变成怪我了？出去！
现在这个场景就好像是那个，有没有人反对这个 CP？只有马老师站起来，就好像我不愿意你幸福似的。你这，我错了。没关系。多厉害，一句一炸，全是梗。没事，卓妍他大哥就在后台等您。很精彩，陆你要说啥？其实我觉得卓妍她整个文本非常有电影感，感觉是用5分钟那么浓缩的内容，好像是描述了他和他哥的这样一整个故事。因为我也有一个亲生的哥哥，而且是特别李卓妍同款的哥哥。小陆，其实你们两个长得有点哪儿有点像，是因为你们俩有同款的哥哥吗？还是怎么？哦，有可能有一点啊，有一点像。对，我已经被社会磨平了我的凶狠。但我觉得卓妍跟任科有点。哦，他长得比任科狠，任科是假狠。确实，这个就是能勾起我们很多的很具体的回忆。你们身边就哪怕没有亲生的兄弟，可能也有类似的角色，很精彩的演出。那谢谢卓妍，很精彩的演出，也是获得了气氛组的3票。那我们请大宅也回到舞台中央。这组对决也是今天的第1组对决，都相当精彩。究竟谁会胜出呢？所有的事情都交给现场的观众朋友了。结果请看大屏幕。就是很翟佳宁，就逻辑工整、技巧丰富、情绪饱满。李卓妍是那种没有被喜剧综艺潮流改变的人，就是在坚持讲自己认可的东西。恭喜翟佳宁183票进入晋级区，恭喜！同时，卓妍156票要暂时进入待定区。还有什么想和大家说的？还行吧，就这样吧。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边，风格比票数更重要。我看到你特别开心，然后特别棒。是的。请先前往待定区，我相信还是有机会回来的。等你回来。好。没事，挺好的，挺好。拜拜。轻松了。背还是不背呢？背不错，试试统一春服备茶。备茶？对呀，备过的茶就是香。1倍降苦，背稿没痛苦。2倍提香，爆梗句香。3倍口口生香，春服心服口服。一口春服，茶香倍儿足。一口春服，茶香倍儿足。啊，去哪里啊？去比赛啊。带上春服备茶行不行啊？为什么？因为有备无患啊。一口春服，茶香倍儿足，还是无糖哦。很精彩，第1组就非常的精彩。那表演继续，马上就要开始第2组对决了。我们看一看要出场的是哪2位。于博对阵徐指导，2位都是今年的新朋友，非常的优秀。首先要出场的，其实也是一位看上去有点像狠人，但其实他是一个爱思考的东北00后。我们欢迎于博。嗨，朋友们，嗨，我叫于博。好，咱们狠人的叙事已经结束了，接下来是温情的家庭的内容。不是说他们2个结婚之后的家庭啊。我妈很传统的东北母亲，教育观念传统，到现在是那种干点什么都给你挑毛病的母亲，对她好的不行。今年母亲节给她买了个包，她说给妈妈买包，妈妈是开心的呀。但如果这个包是你自己做的，不是更有意义了吗？
什么话？我大学在上海，又不是在莆田。这话听了我都后怕，因为我原计划打算给他打4000块钱，即使打钱也这么说，给妈妈打钱，妈妈是开心的。但是如果那钱是你自己印的啊，那你就开心不了多长时间了。从小教育观念相对传统，掌控感有点强。2010年左右，每天给我5毛钱。10年5毛钱，10年妈世博会都开完了5毛钱。然后和我说你省着点花。5毛钱。是当时市面上流通的最小货币单元，他只要省着点就没有花，那叫攒着点花。这都不是每天都有，上学才有。兜里有5毛钱的小孩上学会自卑，5毛上学什么都干不了，5毛上学，我说你都不如少给我2毛，妈剩3毛我流浪呢。没有。我妈说：“妈不是不给你钱，妈就是把钱留给以后你去上海大城市买房的。”没买。但这句话是小时候拒绝我需求的理由。我说：“妈妈，我想吃一只鸡。”没法。我肯德基求你，不许吃啊！再给你那个首付吃没了。啥玩意儿？吃只鸡给房子吃没了？吃那啥鸡呀？住房公鸡呀？不是，他就是可能攒1倍的钱付一套首付，说这房子就送你了。我说啊，那房贷呢？有人这么送礼吗？哥们23岁在上海还房贷，我必还不上，我必当老赖。我必赖，让我今天还房贷就花我前23年的毕生积蓄，还1个月，然后第2月在房子里饿死。这是一套纯手工凶宅。我妈原话：“哎呦，房子越早买越好。”我说：“真事儿吗？那你要不10岁给我买吧，每天还5毛钱。”我确实有想过，我想当10岁的老赖，因为10岁老赖帅，23岁老赖就是社会的边缘分子。但你切记，10岁老赖没有人当过。10岁呀，同学们幼稚至极，体育课，哎，我当迪迦的召唤者，我往那一站就是失信的执行人。那1个2个小奥特曼，小罗永浩。这个我给。和那同学就玩不到一块儿去啊！班级60个小孩去春游，就哥们儿1个人坐不了高铁。我妈很喜欢给自己的教育方式就扣一个帽子，叫很流行现在吃苦教育。妈是希望你把好日子留在后边，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哎呦，这句话说实话，我现在有点不理解，因为我妈好像也不是这个观念，真的吃过苦的人不认同这个。谁吃过苦？我姥，当年河南自然灾害之后闯关东逃难来的黑龙江啊，这一路上吃尽了人间疾苦，对吗？他成为人上人了吗？他成为了一个东北人，他那脑子里就没有成为人上人的念头，只有一个纳乌克热说你飘向北方。尤其我知道他没有过上好日子，因为这2年他经常和我说：“老希望你能上南方。”话里话外就是：“哎呀妈，老后悔了，当年呢走过了。”那帮的狡猾的人上人在北京就已经下车了。我能理解我妈，上一代希望下一代能替他们完成他们年轻未尽的遗憾。我问过我妈啊，你遗憾什么？她说：“哎呦，很遗憾当年家人没有给我买房，很遗憾当年没有考上研究生。”我说：“妈妈，你中专毕业考不了研究生。”
但我也想有我自己的人生。大学毕业的时候，因为这个事儿争执过很长时间。我跟我妈说我不想读研，我妈因为我不读研这个事儿，每一天打电话阴阳怪气，每一天一打电话我说妈怎么了？她妈能怎么？哎呦，妈不能怎么，妈就觉得哎呦，妈要是生了个研究生这好了。啥话呀？那玩意儿是生出来的，咋生啊？生着生着脐带拽了本硕士毕业证。他那理论都有点变态。这么说你现在还行啊，985本科还够用，但妈告诉你不用多5年，5年之后这个世界上所有没有研究生学历的人啊，都将被淘汰。我不知道今天幸存率大概有多少。但我调查过，中国大概有1000多万的研究生和14亿淘汰者，99.5%以上的人叫什么淘汰？这叫灭绝。每次想到这儿更不想读研，因为我知道我们家世世代代没有任何一个研究生，我们家得灭门。哥们儿是个孝子，不能独活。当我后来很坦诚，我和妈说是真的，妈妈，我真的受不了高压的应试教育，真让我读研，我坚持不住，一定在第3年受不了，我直接就自杀了。第3年之后见着我就，我妈在这，妈第3年自杀，那就只能读2年半的专硕了。讲到这儿，谢谢苗于博，拜拜。谢谢于博的表演。喜欢他这段表演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再次谢谢于博。上场之前，为了不给这个新朋友太多压力，没有跟大家交代，于博是上一段复活金牌的持有者之一。这一赛段表现确实非常精彩，因为上一场确实比较惊艳啊。然后今天这个吧。就看您这个台风，都让我想起像张鹤伦了，我说，可能因为我太熟了，对，我不想给张鹤伦投票。我觉得那个就是有一个地方有点想拍没拍，就是小罗永浩那儿。哦，我拍了，单纯是喜欢罗永浩老师。我听这仨字我就拍，拍完我才想起他不是什么好意，随份的。因为你上一次讲的，我记得是清美班。就是学校的高压 PUA 的那些东西，小地方的那些，对，就是那个社会话题选取的非常的有现实主义，就很批判。现在今天这个讲的呢，我觉得你还是其实想讲这种社会话题，就大家不要盲目的对这个学历的崇拜啊等等，但是就没有那个那么上劲儿。今天其实有点想把它更个人一点。第一篇可能听完之后会觉得我的身份为什么会让我聊这些东西，这一篇我就想先尽量讲一下我这个个人为什么会聊这些东西，然后好不好就再说吧。挺好的，挺好的。他00后啊，00后，而且其实你们看他就是外表比较粗犷，比较那什么不着调，甚至这是同济大学的高材生。他身上这个少年老成的这劲儿跟大林有一拼。不要好话，这他真是一颗老灵魂啊！你发现吗？就是一个手抄后头，弯着腰弓着背，一个手叼着烟袋，那个劲儿啊！烟袋不好吧？这是你的风格吗？我确实，我平时就是大概这个状态。我从小就很老，从小就很老，这的确是。能感觉到他在他自己那个逻辑里面啊，一直在那儿走啊，自己那什么的，啊，挺好的。宝贝，我觉得很好。我是妈妈，我听了很有感觉。佩岑，你在浪姐发生了什么？到底？我觉得非常好，而且我希望你多多聊亲子关系，聊聊妈妈给你的影响。其实你刚刚讲妈妈说哦，前面先苦后甘，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现在是跟我小孩讲，你现在很幸福，以后苦日子可多了。但是我知道，就是妈妈爸爸对孩子的期待，对小朋友来说可能是一个压力，但是他可以用很诙谐的方式把它聊出来，我觉得很棒。你不
不要觉得不好，继续写。这个佩岑姐把没有用在自己家孩子身上的鼓励全用你这儿。但确实是能知道于博士很用心写这个东西，因为其实就是父母对你单一的期待，对你造成的这个巨大的压力，其实他是一直都在，从小到大你一直都无法摆脱。就是现实也没有说什么一定做了什么让我能反抗我妈那些东西，但还是先表面就是正不是表面就是，把实话说出来了。生活里会比较顺从，然后把这个说出来就能接着顺从，就没有那么大的负担嘛。其实我觉得很遗憾的点在于，就是您聊关于母亲的这个母子关系，没有给她更多的笔墨。其实我会更愿意听听妈妈到底是怎样的人，或者她为什么会这么做。在咱们这儿，因为咱俩都是孩子嘛，我们都会从孩子视角去看。但其实从佩岑姐人作为母亲视角看，就其实我们会更愿意看看那方面的事儿。如果下次你还想写这方面议题的话，你可以多写写她。这个确实难写，因为有再多想吐槽的东西，有再多具体的事儿，这个跟自己爸妈是非常真切的爱，非常真切的感情，你就很难拿捏那个吐槽的尺度。他不可能像大宅对黄焖鸡米饭就是单纯的恨，对，那个就很过瘾，是吧？我可以说完之后这辈子都不吃黄焖鸡米饭，但是你可能晚上就要回去，和我妈还得处呢。但听出来你跟罗小航不想处。那于博获得了气氛组的2票，也请你先回到对战区休息。下一位要上场的也是今年的新人，第一场的时候聊了很多跟爷爷之间的故事，而这一场又要带来怎样的表演？掌声有请徐指导。哎，你们好，我叫徐指导啊。我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循规蹈矩的人啊，尤其在这个交通规则方面，因为我之前骑电驴被车撞过，就这个车祸它不严重，但猎奇啊，因为我是被一辆这个警车撞的，我当时倒在地上我都蒙圈了，我说怎么现在这个不戴头盔这个处罚力度这么大吗？啊！就你们都开始就地正法了是吧？当然人家也是不小心，但就周围都没有人敢扶我起来。这么年轻的逃犯啊！我说这种交通事故他能不能报警？咱别打个电话，他手机响了。我没敢报警，他把我抱上了警车，为了送我去医院啊，那个场面真的很诡异。我这边耳朵着地，摔的是血肉模糊，就那个画面，黑猫警长带着一只耳走了，你们见过？但我觉得我应该是这辈子唯一一次有机会坐警车了，因为我从小就是个老实孩子啊，就阿烟他哥那种打架的事情，我从小到大啊只参与过一次，是被人骗去的。当时中学周末补习班下课，有个同学喊我一块儿去吃饭，我一下车发现10几个那种流氓混混就把我俩给包围了，我才明白这孙子是骗我过来帮他打架，就很过分，让人没吃饭干体力活。我看着那10几个彪形大汉，我说我这今天虽然吃不了，但好像要兜着走了。但我最生气的是对面10几个小混混，他就骗过来我一个人，这就意味着他的胜算不会增加1点，但是等会儿他的痛苦可以减少1半。就他这种做事方式，我瞬间就明白为什么他一个区初中生啊，会有10几个人想要打他。我在下车的第3秒就想背叛他，我想跟对面说，你们要的这个人我给你们带来了。没等我反应过来，对面这个混混老大，他一步走到我面前，用2根手指头重重的戳我，威胁我。他说不准动。我当时感觉他会点穴，我一下就怂了，但我不想显得怂，所以我就鼓起勇气，用那种非常强硬的语气回应他。我回了一句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我说我不动。这句话对他们来说太震撼了。他们说你不动你横啥呀？
就他们原计划应该是不准动威胁我，我反抗，然后顺理成章开始对我进行殴打。结果我不动，我看着他们那个束手无策的样子，我就明白，就只要今天我不动，那我今天就不痛。但骗我来那个同伴，跟我性格不太一样，人家也不让他动，他立刻就还嘴，他说：“你别碰我。”这就意味着对面要开始碰他了。很快他就被摁在地上一顿暴打，这个场面是越来越诡异，10几个人在打他，我在旁边站着一动不动，我在给他们站岗一样。我俩组成了一种很高级的投降方法，就是他挨打，我替他立正。就我俩这个状态，旁边但凡再过来个路人，都得觉得，哎呦，这小伙子挺勇敢啊，就看热闹，敢站这么近啊。我说我是不是得帮一帮他？但我发现以我的能力和胆量，我能给他提供的最大帮助，就是给他提供点眼神支持。我的眼神里是有语言的，我说这个加油啊，这个忍咱就不疼了。我甚至不敢说出来，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嘴动它算不算动。打了足足2分多钟，他们都快打不动了。我那个同学被打的都快不动了，而我雷打不动。我们一群人离远了看，感觉这个一堆 GIF 动图里面夹了一张 JPG 呀。那个混混老大打着打着，一抬头发现我怎么还在这站着？他接下来一句话彻底震碎了我当天的全部自尊。他说：“你要没啥事儿，你先走吧。”各位，就这句话，他在群架里面很难出现的呀。它代表着对你懦弱的肯定，他坚信你留下来什么用都没有。这句话打到脸上太屈辱了。你要没啥事儿，你先走吧。虽然我听完确实走了，但那个感受很真实。我那天到家就2个感受，就是屈辱啊，但是不痛。虽然身体不痛，但很快这点事儿，班里几个男生就知道了。我们班有一个男生在走廊里，每次看见我就那种嘲讽的语气跟我打招呼，看见我，哎，你会痛啊？更让我崩溃的是，班主任得知了打架这个事情以后的反应，他让我颜面扫地，他在全班同学面前通报表扬我，说徐某同学校外遭遇打架，对方一再挑衅，保持沉着冷静。我获得了一个新的外号，我同桌从此喊我一战到底。我说实话，那几年受了点影响，我一直很羡慕那些不太怂的人。直到去年得知一个消息，就是小时候骗我去打架的那个同学，在去年被抓了。我一听这个罪名，我就乐出声了啊！罪名是诈骗。我当时说，我这点事儿追溯期这么长吗？但我又听说那个不让我动的混混老大，其实也犯过一点小事儿，但警察来了以后把他放走了，因为他认错态度良好。我一听就明白了，他从我身上学到不少。警察来了以后不准动，我不动。啊，那你没啥事儿，你先走吧。我觉得相比之下，我是不是过得太平稳了一点？我在那个最中二、最容易因为男子气概上头的年纪，我在打架里面选择了充分发挥自己的这个主观不能动性啊。但这个性格也让我每天都能平安的回家。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种不爱动的人一种宝贵的财产嘛啊，这就是我的不动产。谢谢大家，谢谢你们。谢谢徐指导的表演。喜欢他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再次感谢，谢谢。能感受到今年新人的这个能量哈，确实其实我细想，他这个跟你这个小故事好像就是2、3分钟的一个事儿，但是是不是因为你站在那儿显得时间格外漫长，所以他其实
翻了好多番儿是吧？而且我觉得跟第一轮的比较，可以说是又进了一层。首先我觉得那个徐指导讲话的声线啊，跟王建国特别像。长得也像是吗？还有，你小时候也看80后长大的是不是？我99的，我99的。啊，99的。那个，我看你，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老觉得你小时候抱过我，知道吧？我和于博基本上是这个演员休息室里长得最老的2个人了，没？真的就是，为什么现在的老师朋友们都这么成熟？包括他的尺寸、节奏。对，这于博大家说像张鹤伦，我之前收到一条观众 report 说我像高峰。所以我觉得那个，首先我觉得徐指导在台上我有一种亲切感啊。第二个是，我觉得他其实塑造了一个舞台上的人物形象，就是那种有点怂，然后有点深沉智慧，然后又就这种其实默默的好像偷偷的在观察全世界，然后保护自己的这种舞台人物形象，我觉得是很生动、很鲜明的。然后第三呢，我觉得你的语言节奏特别好，比如他光那个动还是不动，就那几个节奏，我觉得其实是围绕着一个动词，然后你把这个不动从头到尾的贯穿下来，所以我觉得你的语言节奏是特别的好的。谢谢。就其实那个他在表演的时候，他讲述的这些心理活动，他就在影视当中是一个时间静止。对，就是比如说你要马上去做什么事儿了，然后这时候反复给你各种特写，然后你的 OS， 然后甚至说你的闪回，其实都在他那个刚才的那个表述当中，这个特别有意思。而且他刚才在讲这个事儿的话，就是你那个诈骗的那个同学那朋友，我一直在幻视翟佳宁，我就想的是老翟把你骗去了，然后他跟那挨打，你搁旁边给他站岗，特别有画面感。翟哥是不可能干这种事儿的，他要是真有这种事儿，他会告诉那个老徐，咱俩一块挨打去，就是他不会说咱俩吃饭去，然后让我在这挨打。咱俩一块干别人去。这10个人你还干谁呀？你给你吃黄焖鸡。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就非常有画面感。谢谢。我特别喜欢，其实题材不在大小，也不管这个故事是什么样，它就是准确，它像白描似的，一笔一笔的画这么一个小圆圈，然后这个圆圈越画越小，但是每一笔都特别清晰，然后那个逻辑一点一点往里递进，我特别喜欢。关键是我觉得它就准确。他自己那个状态，他自己长得都准确，因为我从小到大我认识的所有怂人都长这样。建国老师从小没少挨欺负呀，这个就是特别准确，就是栩栩如生，音容笑貌都是我的童年阴影。我才26啊，我特别棒，我特别喜欢啊！谢谢马东老师啊。其实我听了你这一段表演，我觉得心里面很崇拜。我觉得每一个站上台的喜剧人，就是大家在讲这个的时候，都可以把自己的一些可能有的听了很心疼，就是他其实小时候就会被欺负嘛，那可是听了又想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高级的智慧，真的谢谢你带来的这个表演。谢谢。你儿子到了已经可以跟别人动手的年纪了吗？我觉得我大儿子10岁了，是不是快了？10岁好像还没哦。快了，也许已经动过手了，你不知道。你大儿子，你希望他是那个趴地下那个，还是希望是站着不动的那个？啊，我希望他赶快跑。大林，你小时候是趴地下那个还是站着那个？我都是那，你要没啥事你先走吧。就是我真的，我哥们儿说打架去骂人，然后我说我跟你一块儿去啊，他说你先走，你先走，就我想助拳都不让我去，然后后来他们在那打，我就在操场外边围着看，我还想参加，就参加不了，人都看不上我。那马东老师你呢？你是走的还是？我压根儿就不去。我觉得徐指导这种类型的本子，其实我觉得我们节目很需要这样的本子。就他也像上一季小璐姐最后她拿出来的那个作品，就是叙述性的讲一个故事，哪怕它有的时候有些荒诞，有些夸张，但我觉得这也是脱口秀的一部分。我们是需要有一些个很鲜明的观点表达，但同时我们也需要有这样强叙事的东西，我觉得很好，非常不错。文本。谢谢。
主要我基本上只会写强叙事的段子，不是说只会，就是别的段子我压根儿就不知道怎么写，就是其实也很羡慕。这句话有点骄傲，不是，我就会写这样的，我在说我的欠缺不足。我们去年那个文本双子星是于翔宇跟小罗，我觉得今年就是我们徐指导。别，这个要占据一席了，对不对？占据一席，还有另外一位零减7，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到时候。不是，那于翔宇是陨落了吗？这不也在吗？他也来。怎么就不能是3颗星呢？非得是你们构成一个3体的故事，好不好？那徐指导确实一直文本都非常强，对，他是喜番的里子。哎呦，这个太吓人了，这个就是他是干脏活的那个是吧？内外兼备吧，他们对，反正非常厉害，非常的精彩。那徐指导也是获得了气氛组的4票，谢谢，感谢。那我们把于博也请回舞台中央。